你有没有想过，人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？是就此结束，还是会有另一个世界的旅程在等着我们？传说中，人去世后的49天内，灵魂并不会马上消失，而是在阴阳两界之间游荡。据说在头七那天，也就是死后的第7夜，逝去之人的灵魂会回到家中探访亲人。这到底是无稽之谈，还是真有其事？更令人惊奇的是，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古籍，似乎早已记录了关于死后世界的种种秘密。今天，就让我们怀着既好奇又略带紧张的心情，一起揭开死后49天与头七回魂夜的神秘面纱。从佛教的中阴身理论，到道教的三魂七魄学说，从民间关于头七回魂的传说，到地藏菩萨本愿经、太上感应篇、玉历宝钞等古籍中的记载，我们将以轻松而趣味性的方式深入探讨人死后的49天里到底有什么说道。这段时间里，灵魂会经历怎样的旅程？头七那天，魂魄去了哪里？为什么很多家庭在亲人过世后都会烧纸钱、做法事，七49天内一场不落？这些习俗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和信仰寄托？不要害怕，我们不是来讲纯粹吓人的鬼故事，而是会用一种诙谐但尊重的语气，带大家看看古人是如何理解生死这个永恒话题的。同时，我们也会穿插现代科学的观点，看看这些古老观念与当代认知碰撞出了什么火花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佛教对此的说法。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中阴身，意思是人在死亡后到下一次投胎转世前所处的中间状态。简单说，人死后灵魂或者说意识不会立刻消失，而是进入一个介于生死之间的中阴阶段。这个阶段会持续多长呢？传统上常说最多是49天，也就是749天的时间。为什么是49天这个数字？因为在佛教看来，7是一个特殊的循环数，7天为一个周期，7个7天则象征一个完整的轮回过渡期。因此一般相信，一个亡者的神识通常会在49天内找到前往下一世的道路。如果业力因缘尚未成熟，最迟也会在第49天结束时有所定论。在这段中阴期里，亡者的神识会经历什么呢？佛教典籍中有相当详细的描述，特别是在藏传佛教的经典中，像著名的西藏度王经，也叫中阴经，就专门讲述了灵魂在中阴49天的经历。刚去世的时候，灵识往往还茫然不清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，会在熟悉的环境附近逗留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亡灵开始体验到各种幻境，有时看见绚丽的光明和诸佛菩萨的引导，有时又遇到可怕的景象，令人惊惧。藏传佛教相信，这时候如果亡者生前有修行，或者得到高僧持诵经文的引导，灵魂就有机会识破幻象，不被恐惧所左右，从而往生净土或转生到一个好的家庭。否则的话，49天期限一到，亡者就会被自身的业力牵引，前往下一个去处。也许是投胎为人继续今生未了的缘分，也许升到天道享福，也可能堕入恶道受罪。这一切取决于他生前累积的善恶业报。在汉传佛教中，对于亡者49天的说法也十分重要。中国民间许多超度亡灵的习俗，其实都和佛教理念有关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佛经就明确提到，人生前的善恶业力会在死后受到果报，但亲人在亡者头七以及此后的77日内，如果能为亡者诵经、吃素、行善，并将功德回向给亡灵，便能帮助减轻亡者在中阴阶段的痛苦，令其更容易往生善道。经中甚至强调，不要在丧事中大肆杀生，比如办丧宴时杀鸡宰鸭，否则亡者的灵识尚在中阴，看到亲友为自己杀生，反而会增添罪业，让亡者更加痛苦。因此，传统佛教家庭在亲人过世后，会诵念地藏经或其他经文，借此劝人向善，并祝愿亡者早日投胎到好的去处。同时，他们也会避免在灵前过度哭喊，以免亡魂牵挂人世放不下。很多人相信，在这49天里，亡灵对阳世仍有某种程度的感知，家人的悲伤和怀念亡者是可以知道的，但过度的悲痛可能让他留恋不舍，无法安心离开。佛教经典和故事中有不少例子
说明这种助亡的观念。最著名的莫过于目连救母的传说。佛陀的一位大弟子目犍连，他的母亲因为生前造了很多恶业，死后堕入恶鬼道中，饥饿难耐。目犍连想救母亲却无能为力，只好求助于佛。佛陀告诉他，在7月15这天举行盂兰盆法会，供养十方僧众，以此功德回向给母亲，方能解救她的苦难。目犍连照做，果然感得母亲脱离恶鬼之苦，转生善道。这个故事本身讲的是佛教强调的孝道与超度，但也反映出生者行善可助亡者的理念。正因为如此，许多华人家庭在亲人过世后的749天内，会连续设斋、诵经、布施，把所积累的功德回向亡灵，希望他在中阴期间少受些罪，多得些福。对于悲痛的家属来说，这也是一种心理安慰，至少我们还能够为逝去的亲人做点什么，而不是干坐着悲伤。说完了佛教，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传统的道教和民间信仰。道教中关于灵魂有一套三魂七魄的理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？简单来说，传统认为人体有三魂七魄，魂属阳，魄属阴，分别掌管着人的精神和肉体机能。人活着的时候，三魂七魄俱齐，精神饱满，身体健康。一旦人死去，魂魄就开始离散。据说人死后每过7天便会散失一魄，49天后七魄全部离体，魂飞魄散，这个人也就算是真正告别阳间了。因此许多地方都有亡者做七的习俗，也就是在死后每隔7天举行一次祭祀或超度仪式，一直做到第7个7天49天为止。这种习俗的背后其实就是三魂七魄观念的体现。家人要在亡者魂魄尚未完全散去的这段期间，多为他祈福，助他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程。那三魂又是什么呢？道教典籍如云集7000等记载，三魂名为胎光、爽灵、幽精。听起来很玄，但可以大概理解为人的3种精神能量。传说人死之后，三魂各有去处，一魂胎光上天，归于天地之间；一魂爽灵入地，赴阴间报道；还有一魂幽精留在人世，守在祖先牌位或坟墓旁，接受后人的香火供奉。所以民间才有俗话说，人死了魂魄不散，其中一魂还在家里守着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祭祀祖先时，会觉得逝去亲人的在天之灵仍然能享受到贡品。如果用现代心理来解读，这其实满足了生者的情感需求，相信逝者并没有完全离开，他的一部分精神依然伴随在我们左右。接下来要说的是阴间传说里大名鼎鼎的十殿阎王。中国传统信仰把阴曹地府描绘成一个森严的官僚体系，有点类似古代的官场，只不过审理的是鬼魂们的功过。相传地府由10个大殿组成，每一殿由一位阎罗王主掌。比如第一殿秦广王主管人间受妖善恶，第2殿楚江王惩治生前害人，一直到第10殿转轮王掌管投胎转世。人刚死后，据说会有黑白无常或者牛头马面的鬼差把新鬼押往地府。接着从头七开始，亡魂被带到第1殿接受初审，禀报阳间生平，到了2期再送往第2殿过堂。如此每隔7天过1殿，把生前所犯的各种罪业逐一清算。如果亡者生前行善积德，阴间官吏也会据实记录，阎王也可能网开一面减轻惩罚，甚至直接发给你一张往生通行证，免受地狱之苦，直接去投胎好人家。反之，如果罪孽深重，那就惨了。各殿阎王底下都有18层地狱，各种离奇的刑罚在等着你。比如传说中的刀山地狱、油锅地狱、拔舌地狱、照妖镜地狱等，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。当然，这些刑罚未必每个人都能遇上，具体要看你犯了哪一条。等到第7殿也审完了，正好49天的期限已过，亡魂的罪福基本定案。接下来第8、第9殿有点像中转站，该下油锅的去油锅执行刑罚，该上路投胎的则在一旁等候安排。最后到了第10殿转轮王这里，把所有亡魂按他们应得的去向送去投胎。有的人投做人，有的变成牛马，有的也许升天做神仙，但大多数还是回到人道继续轮回。临投胎前，
还别忘了得喝一碗孟婆汤。孟婆是地府中掌管让亡魂忘记前尘往事的老太太，她熬的汤一喝下去，保证你把前世的一切爱恨情仇全都忘得干干净净，迷迷糊糊的奔赴下一胎去了。十殿阎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一方面因为情节离奇刺激，很能吸引人，另一方面它也寄托了老百姓对公正报应的信念。坏人哪怕生前逍遥法外，死后在阎王那里可跑不掉。许多古书和传奇小说都描述过地府审判的场景，其中一部著名的善书叫《玉历宝钞》，相传成书于宋代，在清朝时广为流传。它以一个凡人游历阴间的故事为主线，把各殿阎王如何审理亡魂、各种恶鬼受报的情形写得绘声绘色，触目惊心。例如书中讲到，某人生前欺诈成性，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，鬼卒硬生生拉出他的舌头，用铁钳夹断，让他尝到说谎的苦头。又如某人贪污受贿，地府判他下油锅煎炸，备受煎熬。听起来毛骨悚然，但这正是古人用来警示世人的一种恐吓手段。希望大家看了这些故事后，能对因果报应心存敬畏，不敢肆意作恶。可见，地狱刑罚的传说其实是古代的一种道德教育工具。民间还流传着不少游地府题材的故事，比如有的人大病一场，停止了呼吸，结果魂魄出窍被带到地府误判，阎王查出弄错后又放他还阳。他回来后据说把阴间所见写成了文章，劝人莫做坏事。还有一些文艺作品干脆虚构了阴间执法者的情节，最有名的要数包青天包公了。传说包公为官清廉刚正，所以死后也被任命为地府的判官，专管承办阳间漏网的奸邪小人，因此民间才说包公铡鬼，意思是就算做了鬼也逃不过包青天的铡刀。管他这些故事有没有真实原型，人们都乐于相信正义必定以某种形式实现，哪怕要等到死后。刚才说的是阴间的官方流程，但在阳间，亲人们更关心的是逝去的家人能否最后再回家一趟，于是就产生了头七回魂夜这样的民间传说。头七指人过世后的第7天夜里，很多地方相信亡者的魂魄会在头七当晚回到家中探望亲人一番。为了迎接这次也许是最后的相聚，家人们常常会在头七这天准备好逝者生前爱吃的饭菜和水果，摆在他灵位前供奉着。家门口点一盏灯笼或长明烛，引导亡魂回家。有的家庭还特意在门口撒一圈细细的面粉或白灰，据说如果亡魂真的回来了，第二天地上的粉灰上会留下他走过的脚印。当然，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回魂迹象，但这样做的意义更多是表达一种心意。亲人啊，我们在家里等你回来看看，我们一直挂念着你呢。关于头七回魂的种种细节，民间有许多动人的小故事。有的人说，头七夜里家中忽然飘来一阵熟悉的香味，就像逝者生前使用的香水。也有人声称在头七这晚梦见去世的亲人对自己微笑挥手，仿佛是来道别。更有传闻说，如果家里养的狗在头七那天对着空无一人的墙角狂吠不止，那十有八九是他看见了主人回家的身影。尽管科学上无法证实这些经历，但对伤心的家属而言，宁愿相信这就是亲人回来过的证据。有人也许害怕头七夜里真出现鬼魂，其实只要想到那是自己牵挂的亲人，应该更多感到的是欣慰吧，至少说明他们没有忘记我们，真的回来看最后一眼了。除了头七，传统的丧礼中还有持续749天的一系列仪式，统称为坐七。每逢7日，亲属们就会来到亡者的灵前烧香换水，奉上新做的贡品，同时请法师诵经超度。一些讲究的家庭还会在每个7这天烧大量的纸钱以及纸扎的衣物和日用品送给亡灵。据说阴间也有和阳间类似的经济体系，逝者到了那边也需要用钱，否则就会变成没钱投胎的可怜鬼。于是生者通过烧纸把冥币送到阴间银行里去，纸钱烧得越多，亡者在那头的存款就越多，日子也就过得越舒坦。除了冥币之外，纸扎店还提供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纸制品，从纸房子、纸车子到纸电视、纸手机，甚至还有纸仆人。只要阳间能用的奢侈品，
阴间版本统统可以定制。亲人们狠下心来烧掉这些昂贵的纸扎品，为的不过是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不缺吃穿。在局外人看来，这或许有些浪费又迷信，但对逝者家属而言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寄托和关怀。他们宁可相信这些烟飘过奈何桥，真能化为食物送到亲人手上。最后再提一个和亡魂相关的民间习俗——招魂。招魂的场景往往发生在刚死去不久或者找不到遗体的情况下，比如古时候有人溺水失踪了，家人会在河边举行招魂仪式，准备一面招魂幡或者逝者的衣物，面朝水边大声呼喊逝者的名字，呼唤他的魂魄跟我们一起回家。又或者在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子女跪在门外拼命喊他的名字，希望可以把刚出体的魂魄唤住，不要茫然无依的四处飘荡。招魂这一幕常常出现在文艺作品中，充满了凄美的色彩。从理性角度讲，喊几声并不会真的把魂魄抓住，但对亲人来说却是一种本能的情感流露。我们不愿让你离去，我们想留住你的魂魄多陪我们一会儿。招魂的喊声里有着巨大的悲痛和爱，大概也只有在这种时刻，人们才会如此直白地把对亲人的依恋喊出来吧。说了这么多玄之又玄的传说，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在想，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现代科学对此又有什么解释呢？老实讲，以目前的科学认知，并没有证据支持人死后的灵魂真的会以某种形式存在49天。对医学来说，死亡就是生命迹象的终止，心脏不跳了，脑细胞停止了电活动，我们称为意识的东西也就随之消散了。科学家无法用仪器探测到任何离开人体的灵魂能量，传说中头七回魂夜的种种现象更可能是巧合或者人们主观上的感应，而非鬼魂真的回来了。曾经有医生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，给一位临终之人反复称重，想看看他断气那一刻体重是否突然减轻，以此推测灵魂的重量。结果并没有发现明显变化，所谓灵魂21克，更多只是流言。换言之，从严谨的科学角度，死亡很可能就是生命的终点，并没有什么可测量的灵魂在附近逗留7天乃至49天。不过，科学界对死亡经验的探索并没有就此打住，近几十年来，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引发了不少讨论。一些心脏停止后又被救活的人报告说，他们死过一次，在无心跳无呼吸的几分钟里，感觉自己的意识脱离了身体，飘在半空，可以俯视自己的肉身，甚至穿越隧道见到了去世的亲友等场景。尽管每个人的描述各不相同，但都有某些相似之处，比如感受到强烈的光、温暖和平静，或者听到某种存在告诉他，你还没到时间，快回去。有些案例更让人难以解释，比方说，一位患者在手术台上心脏突然停跳，医生们忙着抢救，他后来声称自己的灵体看到有人跑出手术室，打电话通知他的太太，还看见天花板角落贴着一张红色的小纸片。事后证实，天花板上确实有那张纸片，那是维修工人留下的记号，但手术中的病人按理不可能知道。类似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禁怀疑，意识会不会真的能脱离躯体短暂游荡呢？科学无法给出肯定答案，只能说 NDE 目前还是未解之谜。有些科学家倾向认为，濒死体验是大脑缺氧、内啡肽释放等生理因素造成的幻觉，也有人则保留意见，认为不能排除意识以我们未知的形式存在的可能。除了濒死体验，关于轮回转世的研究也颇引人遐想。早在20世纪后半叶，就有学者开始调查那些声称记得前世的孩子案例。例如，有个印度男孩能说出几十公里外另一个村庄里某户人家的诸多细节，声称那就是他前世的家。带他去到那个村庄后，他居然认出了前世的妻子，还准确找到了家里藏着的一个钱罐。这种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故事，调查后有的被证实是巧合或误传，但也有少部分细节吻合，得让人背后发凉。研究者统计了许多案例，发现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孩子前世去世到他出生之间的时间间隔，多数是几个月到几年不等，其中有一些接近我们常说的头七或者49天之后不久。当然，这可能纯属巧合，但也有人打趣的联想，
会不会灵魂真的花了几周时间寻找新的投胎对象，正好在49天左右找到了呢？还有个更奇妙的巧合是，现代科学发现人类胚胎在受孕后约第7周时才开始出现脑波活动，换算下来大概也是49天左右。有一位研究精神药理的医生就曾提出大胆猜想，或许我们的意识也是在胚胎发育到49天时进驻大脑的。当然，这只是脑洞大开的推论，远远谈不上证据。但正如你所见，我们总是忍不住用现代知识去比附古老传说，仿佛希望从中找出一丝科学道理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其实这些关于7或者49的习俗，对生者的心理调试有着积极作用。亲人刚过世时，家属往往悲痛欲绝，不敢相信现实。如果有一个头七这样的说法，让他们觉得逝者还会在第7天回来看看，至少在这1周内，他们心中会有个期待和寄托，仿佛逝去的亲人还没有完全走远。1周过去了，举行完头七的仪式，也象征着与逝者正式告别的开始。此后每逢7日一次的祭拜超度，则给家属提供了一个逐渐释放哀伤的节奏。到了第49天，把所有经都念完，纸也烧完，大家心里明白，他真的要走了，我们也该让他走了。可以说，49天的习俗不仅是宗教规矩，更像是一种心理疗法。它让家人在最悲伤的头七到最后7期期间有所事事，有仪式感来寄托情感，最终在第7期那天达到一个段落。接下来生活也就逐渐回归正常。所以不管灵魂存不存在，对活着的人而言，这套习俗确实曾帮助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出了丧亲之痛。那么死后49天究竟会发生什么？是如佛经所说有中阴身漂泊，还是如道教所描绘有十殿阎王审判，亦或只是归于一片寂灭虚无？可惜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。只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关于死后世界的这些信仰和故事，其实更多的反映了生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自我安慰。无论是殷切盼望亡魂归来的深情，还是劝人向善积德以免堕入地狱的道德说教，说到底都是活着的人为了让现实生活更有秩序和温情而做出的努力。有了对死后世界的想象，我们活着时就会多一份敬畏和从容。毕竟，如果相信善恶有报，人们就会更谨慎地约束自己不为恶；如果相信亲人事后灵魂仍存，我们也会更愿意在生前好好爱他们，在死后妥善祭奠他们。这些信仰未必能被证明是真实的，但它们带给人们的心理力量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。讲了这么多，最后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人死后的49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？头七那天魂魄去了哪里？或许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答案。对无神论者来说，可能什么也没发生，一切不过是后人在寻求意义时的自我寄托。但对笃信宗教或民俗的人而言，这49天里发生的每件事都至关重要，因为那是亲人继续存在于另一个维度的证明。尽管科学无法证实灵魂的存在，可人类对未知的想象力却从未停歇。一代又一代的人望向夜空，思忖着逝去的亲人是否在某处看着我们。一场又一场的法事超度，承载着生者无尽的思念和祝福。也许真有那么一个神秘的世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运转着，也许什么都没有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正因为生命有限，死亡未知，我们才更应该在活着的时候珍惜眼前人，做好眼前事。如果真有来世，我们也能坦然地说，此生无悔，来世请善待我。好了，今天这趟关于死后49天的奇异之旅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听完后既长了见识，也有所感悟。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自然规律，古往今来的人们用各种传说和仪式来理解它，对抗它。不管你相不相信头七回魂和中阴轮回，至少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人们对亲情的珍视，对善恶的敬畏，以及那颗面对未知时忐忑而敬畏的心。正因如此，这些传统才会代代相传。下次再听到有人说不要做亏心事，否则死了要下地狱受苦，你大概会会心一笑，想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故事吧。人终有一死，
但或许死亡并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。至于那延续中的奥秘是什么，只有当我们走到生命尽头的那一刻，才能亲自揭晓了。到那时，你准备好迎接自己的49天之旅了吗？